他们！哎，那姑娘有劲儿啊，我去跟她跳会儿去。哎，行了，什么姑娘你都想撩一下，先吃饭。开头，你说今天奇了怪了，平常不都是半兽人拉着罗杰一块跳舞喝酒吗？今天怎么了？不唱不跳也不喝的？因为今天是他们斋戒的日子。以前在布卢村，每年到这个时候，他们都会断酒断食，用来祈祷神灵，保佑他们家乡风调雨顺，无灾无祸。吃饭吧，开吃！林殿下，吃饭了。我减肥，你们吃。好嘞。给你尝尝。想不到他们背井离乡这么久，竟然还惦记着给家乡祈福。也不知道这布卢村啊，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自打我二哥的军队去远州剿灭叛军，这一路上都是子川家的军人，而且叛军中有很多半兽人，他们那种长相，根本不敢出现在子川军人经过的地方。那他们一定很想家吧？当然了，所以我决定让咱们秀子营送他们回家。大人，你忘了我们的计划吗？当然没忘，杀雷洪，剿灭叛军。可是你答应要送德伦他们回家，这一来一回耗时耗力，你怎么向家族交代？他们是我的朋友，咱们的粮草不够，他们好酒好肉，给我们招待。同样，朋友有家回不了，咱们绝不能袖手旁观。还有，我有个大计划，在咱们出发前，我准备筹一大笔钱。行了，别瞎说什么大计划了。我看您殿下脸色不太好，有时间的话，你还是看看他吧。远州的天气真好呀，我好像来了这边之后，每天都能看到这种太阳雨，真漂亮。其实，你不用假装每天都过得那么开心。我没有。小宁，我知道你不喜欢这里的生活，可是你喜欢这里啊。你不属于帝都，更不属于我。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你说你为什么可以和半兽人相处得这么好呀？因为我跟他们是真朋友。你知道吗？我曾经落难，是老德伦，他救了我一命。我呢，在远州这片土地上真正的生活过，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啊，就像你对帝都一样。可是，我们以前也是一起长大的呀，那时候在帝都的日子你都忘了，那个时候你不快乐吗？那是不一样的快乐。远州这块土地，偏远贫瘠，算是子川家的属地，跟繁华的帝都没法相比。就像我一样，虽然有着子川家的姓氏，但是……秀哥哥，你不要说这样子的话。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过。等远州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就一起回帝都，然后跟叔叔说我们永远留在帝都，好不好？小宁，至少我现在得留在这儿。宁殿下是哪里不舒服吗？不是。那殿下是有什么心事？我来了远州之后，我才发现这里的一切对秀哥哥来说是那么重要。相比较起来，我到底为什么来远州，来远州干什么，都显得无关紧要了。我现在就是有一点迷茫，我不知道我自己接下去能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你知道德伦他们为什么跟秀川大人感情这么深厚吗？因为秀川大人给整个村子带去了光明和希望，他们诚心诚意地对待我们，没有半点虚假，所以我们也愿意用真心对待他们。在远州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这里已经成了他第2个故乡了。可是家族也有很多精兵强将啊，只要秀哥哥跟叔叔开口，那叔叔一定会念及我他跟我的友谊，帮他照拂好远州的。是啊，但是人人都觉得远州是荒蛮之地，谁又能像他那样把远州当成自己的故乡来对待呢？他自己深知这一点，所以才没办法把这件事情交付给任何人。我是子川的继承人，远州的人和事对我来说同样重要。虫子！快走！走了吗？走了。进来吧。调查的结果都属实吗？属实。那贪污的数额，还有栽赃、杀害军官的事情，证据都确凿。远州地区的官报都已经刊登此事，为扎西起领证明了。而且顾兰大人他也被地术军收押，今日便送来帝都了。把人给我带来。是。领兵司罗明海大人特命我来接管德云总督。我接到的通知是押送到枢律司，此案是由领兵司和枢律司协同处理。况且，外驻军队进入帝都后不允许佩戴任何兵刃。为了避免押送路上出了什么岔子，直接交给我便可。既然是两司协同查案，那就有劳大人，免得回去的路上再出什么岔子。你给我等着！大人，顾兰带到。你先下去吧。是。幸好姐夫及时赶到，要不然我得被他们折磨死。我看过扎西的卷宗，他得过3次军功。你说他在德云专横跋扈，不听指挥，是吗？
他就是仗着自己军功赫赫，向来耀武扬威，事事都要指手画脚，搞得好像他才是德云总督。我是事事忍让，一忍再忍，我杀他实在是无奈之举啊！他这种人留不得，姐夫。司义林送来了一些证据，颇为麻烦。那些都是造谣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姐夫！在我看来，他敲我是假，真你是真。我思来想去，只有2种方式，颇为妥当：一，毁掉证据，彻底翻案；二，你担下一部分罪责，放弃远州官职，回到我的身边。你选哪一种？当然是第一种方法。姐夫，这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大家都一样。翻案之后，正好借此机会，告他们诬陷，铲除异己。你在帝都，我在远州，未来淄川就是我们的了。啊，姐夫。书臣，你都听到了吧？姐夫，这么说来，他们指认你的罪行都是真的了。姐夫，这根本就不是对错的问题。跪下！我跪下！你贪赃枉法，谋害忠良，如今又心存叛逆之意，如何对得起淄川对你唯一的重任？你如何对得起你姐姐对你的一片苦心？判你死罪，那是罪有应得。姐夫，真没有这么严重啊！姐夫，姐夫，我错了，我认罪。我辞去官职，我回到你的身边，一切都听你安排。你看在我姐姐的份上，你也得救我一命啊，姐夫！我是你最后的家人了，姐夫。救你就是要毁了我淄川。我姐盯着呢，我姐看着呢，我是你最好的家人，姐夫，姐夫。来人，把他带回枢律司。姐夫。弟弟，徇私枉法的事情我不会做，我也不屑于做，但今日我求你饶他一命，我可以用一切条件来交换。罗大人，我还真想承了你这份天大的人情，但此事由军长大人督办，枢律司监办，我只能公事公办。只要你饶他一条命，我愿现在去军长大人那里辞去官职，永不返朝。有罪问罪，无罪释放。大人，之前你让我调查了各刑台总督的账目，有结果了。这叠资料如果交上去的话，恐怕会引起不小的震荡。之前勤务司还有领兵司，他们报备的所有赤贫的刑台总督，都存有着渎职的行为。他们跟古兰都一样，跟帝都各个官员或多或少都有牵连，还牵扯了3省台。那又如何？远州百姓之所以那么容易被怂恿，还不是因为那些刑台总督都是古兰之流？你可知道，这古兰是我爱妻淑珍唯一一个亲弟弟，也是我罗明海在世最后一个亲人。如果今日你是我，你还会六亲不认，手起刀落吗？如果枢律司的最后一道防线还在瞻前顾后，那淄川才是真的无药可医了。地林，你果然是铁石心肠。今日这古兰是自作孽不可活，
现在你就给他一个公平公正的下场。但是我告诉你，帝林，我愿你有朝一日也受此切肤削骨之痛，报应不爽。清正廉明本就是治国之本，即使万箭穿心，我也不会退缩。地理，你是要杀绝我罗明海最后一个亲人呐！我宣布，从今日起，我们秀子营要成立一个致富堂。致富堂成立这玩意儿干嘛？跟咱粮食问题有关系吗？现在我们营地里的存粮只够维系我们3天的量。啊，3天！坐下。站住！我们现在是不是很着急的筹粮啊？对呀。我们是不是要用钱去买粮？也对呀。对个屁！我们根本没钱。特别对。所以要挣钱呀。我简单说一下吧，分猪肉大家都会吧？对不，你还这个？这是一头叫致富堂的猪，这个猪头还有猪颈归我。你们几个是大队长，这个肩胛肉还有大里脊肉你们自己分啊。你们剩下的是中队长，这个小里脊肉还有前腿和后腿肉就分给你们了啊。剩下的4个猪蹄儿就分给小队长了。再剩下的这么多五花肉，我们就平均分给其他的剩下的人。你们想想，那么多人养一头猪，能养不好吗？养得越好，到岁末的时候，大家分的猪肉的分量就会越多。我问你啊，要是你为了自己的那份，你会把这只猪养好吗？会呀，只要能挣钱，我指定把它养成全西川大陆最肥的霸王猪，这不就完了？好，这个好。哎，行了，一会儿散会的时候呢，你们就把我这个天才的想法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再找一些土地主来和我们一起养这头大肥猪。想法是好，但是这荒郊野岭，你去哪儿找土财主去啊？你只能找着难民。白川，你刚才在外面看到的那些人，那些商人。对呀，养肥致富堂这头猪，就得靠他们。大人，到底是什么大生意啊？远州内战打了这么久，所以现在物资啊非常稀缺。如果这个时候进行物资交易，别说我欠你那点钱能够轻松还上，以后也会源源不断的发财。可是秀子营看上去实在不太靠得住啊。我秀子营历史悠久，也是皇家王牌部队啊。想必你们都认识这2位吧？将你们的身家交予这样一位与司义林大人和地林大人并驾齐驱的当代名将，为你们的财产保驾护航。好。原来是这样啊！你怎么不早说啊？我还担心你借他们的钱还不了呢。我们永远不需要再借钱了，永远，因为我们致富堂是个一劳永逸的赚钱模式，钱生钱，本翻本，利滚利。停！远州本就贫瘠，哪有那么多土豪跟你做生意？远州土豪少，但是人多，而且每个地方都有特产。就拿布卢村来举个例子，他们有自己特产的黑草膏。眼下正是战乱的时候，哪有人不希望多囤一些治伤的膏药啊？我们就把这个致富堂的消息散出去，肯定会有人上门来的。果然是前人栽树，秀川大人乘凉啊！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你们眼里不要只有钱好不好？其实致富堂呢，还有个更大的作用。致富堂的商人走南闯北，遍布四方，比我们行军打仗的范围还要广得多。所以，我给他们所有人都发了一个任务：打探雷洪的消息。现在，我们要把这张大网给他撒出去。你们说秀川大人要开致富堂的生意，咱们要不要也掺和一脚，卖点什么？我当然是卖小说、卖画报了。真卖不出去，咱还能自己看看，不浪费。那我就开兵书店好了，给远州人训导文化。还训导文化？你呢？这世界上什么钱最好赚？女人的钱最好赚。就外面那些花花草草、就地取材，能赚好多钱了。子川兄呢？给我出来！哎，这儿呢。什么致富堂啊？我们不干了！对，不干了！哎，二位老板，稍安勿躁。这种发家致富的机会，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还好生你呢！我看你们袖子营就是一帮散兵游泳。说呢？哎，说好的保护我们商业往来，就靠这些不成器的士兵吗？哎，我们袖子营可不是什么散兵游泳，他们是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那个拳法。这个口号我都听了180遍了，口号喊得再响，可光凭这么几个兵又有什么用啊？你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我们一小部分兵力，放下。其实呢，我们的兵力分布在整个远州，甚至渗入了北族的腹地。兵力的问题你们就不用担心了。那我们也没有亲眼看到大部队啊，始终还是觉得难以保障。您是担心我们子川家族的军队不够强盛吗？您殿下，您殿下。哎，我去过帝都，这还真是子川宁殿下。殿下，我可以代表家族向各位保证，各位在远州进行的所有交易，永远都受到军队的保护。这样你们可以放心了吗？放心了。就请二位商人随我们去看看我们的部队大营吧。请吧。好，告辞。咱告辞。走。小宁，多谢你替我解围。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本事，你竟然……没想到我竟然会帮你在远州立足，是吗？现在咱们分头行动，去不同的部落城池，游说商人们都加入咱们致富堂。各位，一定出来很久了吧？是不是很想念故乡的美食和美酒的滋味啊？是不是觉得这里生活很不方便，很苦闷？欢迎来到我们秀子营致富堂。欢迎！这酒我要了啊！酒，给钱。好，各位，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下一个产品——蛇足秘制烤肠。3、2、1，上架！美食美酒应有尽有。如果你们还想要什么的话，我们可以预售。把你们想要的东西告诉这位旗领罗杰，他会一一记录下来。还有，过2天就是发军饷的日子，届时我会在这里举办集会。大家记得将士聚好友，一起光临友友会啊！来，这道菜
是我爱妻淑珍最拿手的，她知道我喜欢，常常做给我吃。如今爱妻离去，我再也吃不到她做的味道了。我知道，你为官清廉，之前给你亡妻买的坟地过于简朴，我给你亡妻买的陵园。所有用度皆为贵族标准。大人，微臣惭愧。袁州官僚贪腐，乃是臣可速疾，早晚要有一剂猛药。只是顾兰是我罗明海最后一个亲人。正因为他是我罗明海的亲人，所以他必须得死，才可以昭告家族，肃清朝堂之决心。大丈夫，吃吧，这可是你的最后一顿饭了。前锋，前锋！我退出关城，我归隐山林，我再也不给你惹麻烦了。前锋，你看在我姐姐的份上，你我一条命吧。欧明海，你对不起我姐姐，你对不起我顾家，你连自己人都不救，你丧尽天良！我和我姐姐同归也不会。地离，这下你满意了吧？袁州兵民，帝都流血也。
家人，还有如今的古兰，你手上的血恐怕是再也洗不净了。那就请领兵司和督政司以后在查报地方财政的时候严谨一些，别像这次一样，既让军长大人责罚，又害我满身沾血。杀！你回来啦？好看吗？好看。啊，我最近啊，总感觉它在动。怎么了？我去洗个手。啊。你手上的血恐怕是再也洗不净了。我愿你有朝一日也受此切肤削骨之痛，报应不爽。自从感觉他有动静以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孩子啊，会像你还是像我？不能像我，我眼睛太小了，别像你啊。我倒是希望他像你，我只会做饭，什么都不会。才不是呢，在我眼里，会做饭、会照顾家才是本事。所有人都在追求功名利禄、加官进爵，但在我看来，那些只是黄粱一梦。不知道哪天醒了，就什么都不复存在了。啊，你今天怎么突然有这么多感触？出什么事儿了吗？没事儿，我想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爱和恨是真实的。你能给另一个人温暖和美好，就是天大的本事。而你给了我一个家，所以在我眼里，你比所有的文臣武将都要厉害。而且，没有人比你更加让我值得珍惜。这件事如果换作是别人的话，一定会瞻前顾后。只有大哥能如此果决，就算是四面树敌，不被世人所理解。不是为了庆功，你们两个人呢，一个统领领兵司，一个掌管书律司，都是我的肱骨之臣，左膀右臂。更为重要的是，你们还彼此成就，互为贵人，应该感谢一下对方啊。谢大人。李林，要好好感谢一下罗明海大人，
帝都肃清你功不可没，祸及罗大人全家，而他却为了子川的全局，强忍着刮骨之痛与你同朝为臣。此举是国之重器方有的胸襟啊！你当感谢，当效仿。谢大人。罗大人，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大人言重。古兰之罪，承在朝夕，祸及深远。你自当清楚，帝陵手起刀落虽然无情，他却是保全了你一世廉洁，保全了你清明的罗氏家风，这可是传世之功啊！你明白？骆明海，谨记大人教诲。哈哈哈！吃菜，吃菜，喝酒。来，来。大人，帝陵还有一事回禀。说。舒律司彻查贪腐一案，还有25名涉案官员正在被押回帝都，循例皆是必死之罪。25人，哎呀，人数甚巨啊！不过当然，我肯定是支持你，这也表明我对肃清官场之风之决心。罗大人，你认为呢？若他们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之徒，那必然杀之快之啊！哈哈哈哈！但是，请帝陵大人务必明察秋毫，以免有人借功行私。铁证如山，罗大人放心。你看看，你二人一个缜密，一个果决，啊，如此处事，真是面面俱到。有你二人，是我参星之幸，也是我子川之幸啊！来，请再次举杯。此则清查呢，三圣台有一些人受到了牵连，损失颇大。他们对远州战事本来就不支持，所以就提出要召开紧急会议，对子川战败之事要做出决断。我希望你们二人要同心一致，不可轻视啊！是。大人，帝陵还有一事禀报。请说。舒律司查到明殿下在远州一切安好，大人放心。正好司仪林在远州，我就让司仪林护送明殿下回来，不知您意下如何？太好了，你想得真周到。这样，你赶快去办这个事儿吧。臣告退。老大人，大人，臣还是有些担心。担心什么？担心帝陵。帝陵？他虽说有些果决，但他一心是为了子川，他绝不会借机去铲除异己，他不会那样做。臣僭越。当然了，你要认为要非查不可，那你就去查。你要真查出什么，我便支持你。罗大人，
你是我在淄川最亲最亲的人，也是我最为相信的人。当然，也许还有他。臣必夙夜为公，不负君长期望。亲戚。哎，老板，这多少钱？大哥，2个硬币，很便宜的，你看要不要？不要。1个硬币啊。这个多少钱？1个硬币。智慧兵书，人生不输啊！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交友谈情，生意兴隆啊！人生不输啊！人生不输，人人。再来啊！不要急啊！给我一本看看。好，收着，收钱。谢谢。拿好啊！太贵了吧？不贵，便宜得很。先挑。哎，这位兄弟，我看你面带一丝困惑。这个太香了。这本书特别好，不买一本吗？干嘛？干嘛你？兄弟们，阿泽，怎么了？告诉秀川大人。干嘛呢？上啊！抄家伙！抄家伙！这边。你看这个，这个好看，便宜着呢。谢大人。都是上等货，这个好看，是啊。给我来一个。给。拿好。小宁。秀哥哥。这是我第一次做的，尝尝。第一次做的，还不错。真不错。不好，老大，茂才他们被蛇族人打劫了。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不是，请你帮我们把东西抢回来啊！阿泽，我告诉你啊，这摊位上的东西是属于摊主的，并不属于我淄川秀个人。你回去告诉大伙，如果摊位上的东西被抢了，拿不着钱，那也就意味着年底分不着钱。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让开！你真的不着急，不去看看？其实对于秀子营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现在所有人都认为秀子营是散兵游勇，难成气候，但是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而这个条件的前提呢，就是他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这到底是一个机会呢，还是一个巧合呀？都别跑！都别跑！站住！愣着干什么呢？揍他们呀！打死你们这帮小白脸！你们，你们都不杀？毛才，老大说了，各自堂口的物品由各自全权负责。要是丢失的物品没有进账，年底大家一块银币都拿不着啊！这么严重？哎呦我去！兵者诡道也。兄弟们，呼呼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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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小心有诈啊！你别说，这军体拳还有点意思啊。兵不厌诈嘛。演技不错，不过呢，缺乏一点面部表情。嘿，我看你们是嫌赚的太少了，所以没有动力去演戏吧？不如你们蛇族也加入我们知府堂吧，收益3期分成，可比这仨瓜两枣赚的多了。嘿嘿，行，再给你一个。老大，快去！
老大，哎，这儿呢。老大，所有被抢的物品都夺回来了。是吗？是你们齐心相助的吗？那当然了，这可是我们的钱袋子。那个，帝都将于近日召开三省台会议。三省台会议。你坐下说。白川姐姐，坐，这边坐。哎，那上面也没有写，说为什么要开？好像与远州战乱和财政状况有关。完了！怎么了？三省台有这么可怕吗？我跟你说，这个三省台它，小宁还是比较了解咱们的家族史，所以还是由他来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事情呢，就要从很久之前说起了。一代枭雄紫川云，铁血戎马半生，创下了紫川一族的根基。可谁知道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精神身体啊是越来越不如从前。渐渐的呢，他就没有办法再担任紫川君主的重任，这个性格啊也是变得喜怒无常，乖张跋扈。进来。大将军明兰战功卓著，就在他大胜而归的那一天，没想到，军长大人，我回来了。你弄脏了我的地毯，拖下去斩了。军长大人，我不是故意的。如此暴虐啊！这位踩脏了地毯的大将军，前一天刚刚打了胜仗，回来就这么被斩首了。谁能想到，他这个离世之前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遗言啊，竟然是什么呀？千万记得把你们的鞋子擦干净。更离奇的是第二天，明兰她怎么还不来见我？我等了她好久，她是不是仗着自己军功卓越，她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回军长大人，不知你可还记得昨日？紫川云，他这个健忘症呢是越来越严重。家族上下，不管是功臣还是贵族呢，全都特别害怕接到他的传令。好久不见了，进来陪我下盘棋吧。有刺客！你不旋而入，是想谋逆行刺我吗？没有啊，军长大人，我是您叫来的呀。快来人呐，把刺客拿下！在紫川云的激威之下呢，这家族上下，不管是官员还是贵族，全部都过得战战兢兢，度日如年。大家的心中啊，都存着这样一个不能说出口的愿望。难道是？当权力过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又没有人管得住他，是很可怕的，对不对啊？你看我说的也还行啊，要不我来说吧。是的。所以呢，这个新任军长紫川恒，他继承了之后呢，他就和贵族们一起联合起来商量，就改变了这个紫川的政治制度，成立了三省台。三省台啊，是由来自各邢台的贵族中心组成的，具有监督家族行政运作的权利。对军长的决议，如果他们有异议的话，是可以提出修改意见的，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弹劾撤换军长。当然了，为了保存这个紫川的血统呢，紫川云还是加了一条，说不管怎么撤换、弹劾这个军长，这个位置必须要由具有紫川血脉的人来做。听起来是件好事啊。
你们为什么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啊？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跟你们说，其实有很多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往往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一般走到了后面都会走向歪路。比如我们说的这个三省台，刚开始的决策是很英明的，但是现在呢？大人，三省台的人这么多，每一次召开会议都需要4/5的参事到达才能召开。每一次会议决定，都是要过半的人赞同才能通过。我就搞不懂了，他们的提议对事情没有任何的推进和帮助，要他们干嘛呀？那些冠冕堂皇的建议，不过是为了那些贵族自己的利益罢了，从未代表民意。如今的三省台已经沦为一个臃肿的制度，他们反而会阻止家族各项事务的发展。大人，三封急件。3封，这是领兵司来信。一派胡言！战事正酣，这个时候让我们回去，简直荒唐。或许这领兵司有什么长远的考虑？有什么长远考虑？他们这个决定就是鼠目寸光。这是帝都传来的文书。原来如此。看来这帝都是不得不回了。咱们能否以守住战线为由，推迟回去的时间？三省台会因为我而推迟吗？这仗打到一半，怎么突然要开三省台？这些参使原来都是贵族，在远州有着丰厚的产业，如今战事不断，那他们的财力便会不断的损耗。终于插手进来了，那是大哥的信是吧？但愿大哥有个好消息。你集结军队，去见宁殿下。我交接完德云邢台的事务之后，去与你会合。是。票总你自己走，我不走。可文赫已经来了。宁殿下，我奉军长大人之命接驾公主，即刻。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你说出来的话，我就一点时间都没有了。1天，我就只需要1天时间。好，1天。1天。我明白，战乱未平，雷洪未死，你不会回帝都。我留下来，等你平定了叛乱，杀死了雷洪，我们再一起回去，好不好？修哥哥，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再在远州待个1年2年，我都可以的。1年2年，那20年30年呢？小宁，远州这块土地是无数人赖以生存的地方，我们要对它负责，必要的时候要为之付出一切。一切？一切。小宁，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让我再在远州待个1年2年，我可受不了。这里这么多虫子。现在家族这么多事情，帝都都要开3省台了，你也要在这边平定叛军，我留在这里也是给你添麻烦。我回去。
小宁，哎，我没说完啊。但是如果我要回去的话，你必须要亲自给我挑一匹好马，然后我的行李也全都让你来帮我负责收拾。我这一路上过来可吃了不少苦，必须要舒舒服服的上路。好，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这还差不多。小宁，甚至笑着离开，希望你也能笑着回来。我不会再说我等你，但我希望你能回来。我爱的秀哥哥，这不是告别，这是我们的开始。司义林大人稍后会与我们会合的。宁夏，此喜无过于声张，只能让你先委屈一下，办成勤务兵。明明心有不舍，不如好好道别。那又怎样？什么也改变不了。胡说什么呢？我这是在看去布芦村的路径，明天就要启程去布芦村了，还不赶紧回去准备？都这么高了，去告诉他们。东龙回来了！乡亲们，乡亲们，我们回家了。谢谢你送我们回家，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恭喜你们回到故乡，干了！干了！谢谢。
拿来，给我买上。大兄啊，外面呢战火纷纷，要不你们先在这儿住一段时间，避避风头吧。布鲁村呢，不仅是我们的故乡，而且就在圣庙的山脚下，有圣庙庇护。这里地势偏僻，道路难行，应该是很安全的。奥德勒，我们袖子营这么多人，而且又那么招摇，万一要是被敌人发现了，大人，是啊，我制服团的上人得到了线索，终于发现了雷横的踪迹了。啊！哎，先别喝了。雷洪找到了。想不到开着制服堂还真能帮咱们找着雷洪啊！这一路开放制服堂，远州各地的物资信息都掌握在我们手上。前不久有消息说，有人在秘密购买皮革兵器弹。子川家惯用皮革包裹兵器，所以买这些的人肯定不是远州人。而家族的地戍军、远州军以及明辉等部，早在发兵伊始就早有配备，何须另外购买？买这些的是雷洪，所以修川大人派小哨子暗中跟着这条线索，拔出萝卜带出泥，最终购买者果然是他。大人，过了这个山坡就离北族更近了，还是您想的周到，让杜克带兵先赶到北族投诚，然后还可借此甩开那些家族追兵。阴压嘈杂难为听，这下我耳根子终于算是安静。奶奶的阴魂不散，拦住他们！你还是不死心。
大人，现在雷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因为有人救了他。刚刚救他那个人，恐怕是北族数一数二的高手。可是北族为什么要搭救一个紫川家的叛徒？因为雷洪手里掌握着大量的家族信息，如果雷洪把他出卖给北族，以挑起北族和我们的纷争，那这对于北族来说，他还是有很大价值的。你的意思是，他投靠北族，然后再怂恿北族攻打紫川家？这只是我的猜想。眼下我们恐怕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那咱们现在怎么办？还找吗？找，不过是暗中搜寻。如果我猜错了，那很快就能找到雷洪的藏身之处。怕就怕我猜对了。当务之急，我们还是要巩固好紫川家在远州的兵力部署。大人，你醒了？这是什么地方？大人，我一碰见北族的人，投诚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就被抓来了。大人，接下来他们不会杀了我们吧？不会，他们现在正需要我呢。干嘛？啊！你干嘛？呀！你干嘛？啊！他们已经干净了，帮他们收拾一下。是。大人，这下子我完了。这下不仅完不了，而且是彻底活了。这雷洪只不过是紫川的家臣，手下又是些残兵败将，何不直接了结了他？竟然还要把他关押起来做受服仪式。这雷洪小儿还真不只是俘虏这么简单呢。嗯。二弟啊，向来你最懂父皇心意，有何高见？大哥向来骁勇善战，通晓兵事。这事关军机啊，想必你比我更懂其深意。
大人，你怎么来了？今日三省台恐设远州战局，帝陵恳请入内旁听。你来旁听是不符合规矩的。今日众战士齐聚，还请了一个左翼族的长老，看来远州之战是要停下来了。这是好事。大人，你便在这里等等吧。军长大人，这位便是左翼族前任族长布农长老，也是现任族长布丹的叔叔，地位尊贵，甚得人心。众所周知，左翼族在远州各族中最有声望，而他此次到来，就是为了代表远州人与我们子川家族进行和谈，签订议和条约，重回太平盛世。马尾参使，为了议和，真煞费苦心呐！战事无休无止，令家族内耗太深。我作为三省台的小辈，为家族分忧解难，在下义不容辞。好，是啊，此战甚为绵长，远州各族的情况怕是也好不到哪儿去吧？军长大人高明远识，战事一起，孰能完胜？只是远州各部人鲁莽好斗，若不是战事频频，他们也能为自己生出诸多事端，实在是叫人难以管教，头疼不已呀。再难管教也要管呐。不过此战呢，却是给了我们一点教训。是军长大人所言极是，老朽不才，愿为军长大人分忧。战事至此，也该有个了结。远州本是不毛之地，若军长大人同意，让老朽代为管理，任何事宜必会以军长大人为先。老朽可以保证，从今以后，远州各族必与子川相互敬重，永保和平。哦，长老说话之意我算明了。你是要我把远州给割让出去？岂敢岂敢，只是代管。毕竟远州地区内部混乱，要是再有外族介入管理的话，将来难免再生战事。难免再生战事。军长大人，布农长老所言，并非没有道理啊。远州虽地广，却多为是不毛之地，与其反复的起争端，倒不如交给布农长老管理。届时家族若有任何需要，布农长老也会顾及到彼此之间的面子，对吧？那是当然，任何事宜必会以军长大人为先。笑话！帝林，这是三省台，你的身份好像是无权参与此会议。大人见谅，习武之人难免无感敏锐些。方才我一不小心，听到有人说出了大逆不道之言，我这腿脚也不受控制，非要走进来看看。
谁是这反耶之寇？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还不赶快卸下兵刃？难道还要公然违背三省台的规定吗？那我敢问诸位参事，家族将领出生入死，此时此刻仍有大批战士奋战在最前线，如此忠心耿耿，所为何故？为的是疆土完整，家族的安定。如今不知从哪冒出个无名小卒，胆敢跟子川家族要求把远州交给他来管理，简直大逆不道！诸位大人，老朽绝无谋逆之意呀。诸位参事，你们既然还想把整个远州管理权拱手让人，岂非丧权辱国？大人言重了。如今三省台所为都是为了家族利益，就事论事而已，还望大人见谅。那我问你，你们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还是为了让自家产业恢复运转？一码归一码。如今我们三省台上讨论的是战事延绵，长此以往，恐国力渐衰。若不是因为你们各家贵族长期奴役远州人，纵容当地官员贪污腐败，怎知如今远州人反叛的局面？打着家族的旗号，图一己之利，中饱私囊。我看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蛀虫，才是动摇家族的根本原因。地利，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口中所谓的蛀虫，都是为家族做出贡献的有功之臣。他们经营矿场的高额利益，难道没有送去舒律寺给你用作军饷吗？别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你的兵，都是你口中的蛀虫在养。你乐意做蛀虫，我无所谓。但是要移交远州管理权以求议和，我绝不同意。眼下战乱四起，只有镇压惩罚叛军，以此昭告天下，家族的神圣是不容侵犯的。只有这样，家族才能长久稳固。恐怕这议和一事，由不得你来决定。三省台的投票机制，那可是子川家的不悔之志。现在议和的代表人已经到了，投票通过，已成了定局。地利，参审们念在你一片忠心，不但不惩罚你私闯会议之过，还费了诸多口舌为你解惑。现在你可满意了？还不速速退下！还不速速退下！地利，你当众杀人，你是死罪呀！议和代表没了，议和的事儿得再议了。诸位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我现在就可以走进监狱。行了，你闹够了吧？三省台多年的规矩，今天让你一个人就给破坏了。目无尊者，出言不逊，这是做臣子应有的举止吗？难道你要取我而代之？微臣不敢，微臣只是不愿看到贼人丧权辱国，出卖家族疆土。放肆！众参事用心良苦，岂是你一人能参透了然的？你到现在都不认错，
真是可恶！军长大人，你擅闯之过，不得不罚。但是呢，念你心系家族，又治贪腐有功，就功过相抵吧。退下。怎么了？还嫌罚的不够？还不肯退下？谢军长大人，微臣告退。那就这么放他走了？不能长老之死，不能就这么了事啊！行了，这事儿要张扬出去，对讨逆之战极为不利。可是，封锁消息，能瞒多久就多久。